了。你是？真没想到，你这医馆的陈设还挺别致，就是和四周相邻的铺面有些格格不入。久闻叶心怡医术过人，我今日来就是想让你替我也瞧瞧。那你这边请。你有何症状？没有症状。没有症状，为何求医？你的名号如今在圣都之内无人不晓，我就是好奇，你究竟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手段？我懂了，这就给你备药。这是什么？你喝了便知。这药酒除了口感粗粝，我没尝出什么特别之处。我这可是对症下药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好，此方甚妙，深得我心。叶心怡果然名不虚传。圣上口谕。军饷一案迟迟无进展，朕心不悦，今敕封西医叶平安为掌心使，有协从办案、便宜行事之权，以医心之术，多多治病。民女，臣谢主隆恩。起来吧。原来是圣上跟前起草诏敕的武舍人，刚才唐突了，还望见谅。你是如何得知我身份的？能为圣上传旨，又如此气度的圣都贵女，唯有一人。只是我也没想到，刚才武舍人竟如此爽快地喝下我那杯粗酒。我没有喝不惯的酒，粗酒也好，佳酿也罢，有多少价值，在于为我斟酒的人。好啊，我对你真的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袁思成还是先对案子上点心吧。侍御史在那边忙着搜山，你却不慌不忙地待在河道边，就不怕功劳旁落他人啊？我倒是想听听这新官上任的长新使有什么见解呀？既然他们将军饷藏进山里，是如果。好，是如果。如果劫军饷的人将他们藏进山里，那随时都有可能被山中的百姓发现。那可是8万军饷，可不是随便就能藏在几片树叶子底下的。既然想藏得隐蔽，那就得事先挖好藏银处，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，需要的人手也少不了。我当然是有了线索才来见你袁思成啊。我跑了趟黑市，打探到前段日子有人雇了一批石匠进了你前面那座山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什么人雇的石匠？黑市的规矩，只闻银钱声，莫问求是人。不过我打点了黑市的衙人，让他标出了石匠们可能藏匿的地点。石匠们进山这么久，一定会留下线索。
我们只要顺藤摸瓜即可。你人还挺好的，有了线索还给我。新官上任，不能负了圣上的隆恩啊！只可惜我两手空空，只得倚仗袁嗣成你费心结案。若是等到论功行赏那日，还请袁嗣成别忘了在功劳簿上也给我添上一笔。你这功夫没白费，谢谢。别客气。走。文宇，将这个交给厉俊。是。走。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啊？搜山这会儿这么累，我还是好好的待在官道边上吧。说不定什么时候人家想通了，把军饷又拉回来了呢。行，那就不耽误你了，祝你好运。嗯。义父，掌心使是叶平安。叶平安现在连军饷案都能跟着掺和了，也不知圣上何意，竟会任用这种被人唾弃的微贱小民。近来我诸事不顺，似乎都与叶平安有关。看来我从前是下瞧他了。义父，要不我们来个干脆的，我派几个人除掉他。郑源死了，又是军饷失踪，库里面都盯着，在风口浪尖杀人，容易过圣身。继续盯着，看看他除了查案，还跟哪些人有来往。他的背后恐怕是没党。要饭，要饭！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苦伶仃的瞎老头吧！大老爷，大老爷，可怜可怜我吧！土好啊，有土就能长庄稼，有庄稼吃，人就饿不死，饿不死就能干活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好，哎，他猜错了，他错了应该怎么办呢？罚他去举水桶。不够2个时辰不许放下。对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这是冯家的大公子，回头给他找一个能捞油水的闲差，这个赏你了。谢郎主，快点。另外一个呢，给他送到县广平那儿去调教。跟着县将军在羽林军可少不得吃苦啊。年轻人吃点苦好，过会易折。是。哎，我听说圣都风风雨雨的传说一个能看见梦的女人。没错，她搅进这浑水里，却凭窥梦之术讨了圣上欢心，躲过一劫。同样是梦，傅生君栽了跟头，他却得道了。你真以为傅生君栽跟头和他得道是因为梦啊？啊！恩师，有事啊？哎呦，恩师啊，这军饷一事，恩师怎么看？现在每双眼睛都盯着军饷。是的。这件事呢，打先锋的是酷吏和大理寺，
你等着看啊，事过之后一定会有人升官，有人遭殃。这军饷关乎民生边防，就怕有人为了要功劳，贪功冒进呢。你不用着急，如今战事暂歇，这军饷丢失几日，说不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武也好，礼也罢，都是士族出身，有的时候休养生息不一定是坏事。那就放任不管吗？还请恩师赐教。你记住一句话：有的时候无为才是进。有些人着急，急就容易错。等着瞧吧。找了半天，军饷有什么新消息啊？暂时还没有。义父，这袁绍成能信吗？他能把把柄交在我手上，就是图权，有所图的人都好对付。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个道理，他还是懂的。那当然。眼下当务之急就是盯紧袁绍成，等他一找到军饷，我就能上报立功。小心埋伏！机关越多，说明我们走对了。接着搜。是。试试，前面押运车的压痕又被分成了3条，咱们走哪条？试试。袁嗣成送来的地图。别跟着压痕了，山里这几处地方挨个搜。是。袁绍成再不离开河道，时间就来不及了。我带人去河道把袁绍成引开，你可别冲动。平安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不是跟度量一条船吗？那就把这条船砸沉。度量为人贪婪，既贪功又贪财，而齐君山则是个急性子，争强好胜，对袁绍成早有不满。咱们从齐君山下手，让他发现袁绍成有私藏军饷的嫌疑，放狗去咬狗。看来，你今日等的病人，恐怕是来不了了。本医馆不治跌打损伤。叶新一呀，叶新一，你可是给了我好大一个惊喜啊！万国乡有人知道军饷的下落，还巧了，那人恰好就是你要等的病人。原来袁嗣成是来我这儿治疑心病的。那我这病何药可医呀？得罪人，你让我少得罪人，那郑源和度量，谁又得罪过你呢？郑源案，圣上已有定论。度量，没见过。
还不曾问过叶新一，曾经在哪里生活？为何要来到这圣都呢？家在吴乡，后来四处游医，久闻圣都繁华，我又爱财，就来了。没去过通泉县？没有。好，那我换个问法。你听没听说过这10多年前的御史案？顺使，顺使，属下在前面发现一个山洞，有生火做饭的痕迹。谁把我砸住？我一定让他们尝尝被人质的滋味。我走。是。御史案可是个大案，老百姓谁不知道啊？哼。那你对当年的监察御史于乾有什么看法？我能有什么看法？那于乾丧尽天良，他出身通泉县，虽在圣都做官，但经常回乡视察。直到有人告发他掳掠民女，还搜刮民财。为了掩盖罪证，他杀人放火，终究还是没逃过制裁，被满门抄斩，遗臭万年。袁嗣成怎么突然提起此案？我就是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：当年通泉县卧虎藏龙，杜良和郑元此2人都是从通泉县被提拔起来的。如果他2人当年与于乾有勾结，却逃脱了罪责，又如果当年御史案的受害者活到了今天，你说他们会想要报复吗？袁嗣成的猜想再大胆，也是口说无凭，不是吗？你让人在赌坊栽赃我，而我抓了你的人，你觉得咱俩谁的损失更大？把军饷藏在官道旁的河里，再在河道另一处撒上这云母来混淆视听，吸引人的注意。妙啊！袁嗣成能消消气了吧？杜良刁难你，我倒觉得你的机会来了。他从未信任你，即便你找到军饷，也难逃一死。和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有点意思。说说，那8万两军饷，你打算怎么花？原本要运去黑市藏起来，现在有了你，就有了更好的地方——芒沟。行啊，谁都想不到，这本应运进圣都的军饷，就一直在圣都。我还以为你会再考虑一下。我不会将这军饷交给杜阳的，况且丽君很快就要发现他被人给耍了。你这不也没给我时间考虑吗？此时有人比我们更着急。
找些火把来。是。收到了。这都有沙石。调虎离山，不是调虎入山。什么压痕挖山，全都是假的。一路上留下扰乱视听的线索，把我的头刷了。试一试，那还能在哪儿呢？难道真的像袁绍成说的，军饷就藏在河？所有人随我一起回河道。是。好，把船固定好，快！哎，小心轻放啊！哎，来给我，小心点啊！慢点，慢点啊！往里放啊！胡叔，这些东西一定要藏好了，多派2个人守着，弯道的入口一定要找东西给遮掩着。你放心吧，我都打好招呼了。少成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有多么可怕，不只是对你。对所有人，危险越大，机会就越大。我也是为了咱们芒沟人。你阿爷是我最好的弟兄，我也把你当做我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看待。从小到大，我敬你，重你，但这件事情，我铁了心了。你就听我一句劝吧，过2日把他们都交上去，对你来说便是大功一件啊！其他的，赶快收手。哎，快点啊！少成啊，刚才话说重了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，没必要这样逼自己啊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大概8、9岁吧，我太饿了，我只不过是吃了关爷掉在地上的肉末，那人就要将我送进监狱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贱民命贱如草，我阿爷当街给人磕头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磕得头破血流了，那人才同意放过我。再后来，他为了让我和大哥不再是千金，去参加龙门3比5。阿娘身体本就不好，阿爷死后她重病一场，也走了。芒沟的百姓活着的时候，像烂泥一样被对待，死了没人再看一眼，把尸体堆里一扔，分不出谁是谁，就像垃圾一样被烧掉。空气里焚烧尸体的味道，到今天我都忘不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学到了很多道理。不论我怎么爬，我在世俗的眼中，只能是任人践踏的老鼠。如果我不想让人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
就要先将他们踩进脚底的淤泥里。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这些老鼠是如何让他们脚下的大地颤动的。顾忠，我一定会让这里的人都过上好日子，家家户户皆可安寝，一生无虞。若不是来到这里，根本想不到圣都还有如此破败的地方。你现在看到那么多木屋，还都是四城找人盖的。我们小时候很多人连木屋都没得住，就只能挤在马厩里睡。青壮的把位置留给小孩和老人，有块遮身的布就不错了。难怪会有芒沟人去打龙门赛。你看过龙门赛？没有，听说过。霓裳，看来事情办成了。袁绍成已经上了我们的船。平安，我打探过了，昨夜万国乡周围多了很多大理寺安探。担心，你通知霓裳，让他把袁绍成引过来。你们一锤子砸翻了都梁和我的船，还把我砸得浑身是伤，我可不得上你的船吗？告诉你，我很记仇的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你一看就是个小人，5年之后再说吧。切，失踪久了容易惹人生疑。你们赶紧吃点东西，我待会儿差人将霓裳送回万国乡去。多谢袁思成，我自己送就好。行，自己看着办吧。胡生战后神志受损，受惊后嚎叫、抽搐，一生幻想，将周围人视作敌军，有伤人倾向。今日大街上芒沟人突然发狂，肯定是被你下了咒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按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走路摔个跟头都要赖我头上？你去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搬不搬走？你要是不搬，我就烧了你这医馆！烧了这医馆！你不妨试试。胡说！太吓人了！我倒数3声，你们所做过的噩梦，都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。3、2。巫女要下咒了，大家快跑！
早就听说圣都有个巫女能窥梦医人，跟她闲聊几句，病就能治好。医者本就源于巫师，不过像他这种人，用巫术这种伎俩骗百姓的救命钱，那天就是被烧死了，那也是活该。龙门赛取云跃龙门之意。参赛的盲沟贱民都是些天生贱种，比起无来不惜命，只管以武取悦诸位贵人，不论死生。比试者各代表红白双方，胜者及其子女可摆脱贱疾，分得田地，重获新生。下面有请2位盲沟双生兄弟一决高下。比试开始！正宫面色不佳，可是那夜不能寐的怪病还没医好。无妨，坊间都在议论，官拜右相的傅生君做了个梦就被赐死，实在亘古未有啊！只因做梦，他梦见的可是叛贼李克登上圣上上朝的占路殿。此时做这种梦，是狂中狂，忌中忌。哦，下官明白了，这圣上此举，意在杀鸡儆猴。多谢杜公体贴。圣上下令筹措的库储军饷，征收的如何了？此次军饷共征得8万5千两，还有不到4日，便可运到圣都。下官报上去8万两。你行事小心些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下官明白。行了，左补阙郑元近来身体如何？听说他患了一种夜不能寐的怪病，看了好些医师也未见好转。我压白的，我也压白的。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军饷的事。户部已经将账目上报给朝廷了，都梁差人唤我过去。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没有个盲狗贱民，还是双生兄弟打得有看头，没打死啊，可惜了。恭喜红方获胜，就此脱离贱籍，分得田地。叶新一，我是正补阙府上的侍女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今日不问诊，改日再来吧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他府上去。你怎么？哟，原来你这只鹦鹉除了说那几个字，还会说别的呀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还要去府上，这价钱嘛……进来。郎主，叶新一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，
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我带你进京，你个小小的师爷怎么能坐到总捕军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督公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？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。若是你能告诉我跟她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，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。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杜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杜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杜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奉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
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芒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正场上谈生意？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郑公为何派人追杀我？这名字有些耳熟，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郑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择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些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补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。别耽误时间了，签了。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
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也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沟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，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抹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呐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，打听到了，打听到了。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这就是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那郑不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端近些。负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。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，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。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。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不缺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忠君，梁平王李琦生辰时，这个郑源也在宾客之列。他忠的是哪位君呢？你去打声招呼，让大理寺携那女犯到湛露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没想到袁嗣成和我这个死人又见面了。嗣成小时候有没有被烫出过水泡？疼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嗣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不缺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
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不缺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嗣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嗣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嗣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阿娘，阿姨，少神，阿爷，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嗣成的恨来自袁嗣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嗣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嗣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庸遗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
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可活，找不出依旧是死。一日。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一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渊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手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伯缺遇害的时辰，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思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害出宵禁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害朕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医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不缺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，否则这半个时辰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思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什么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思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一次案吗？文宇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离府之人。是。